如果你最近正在找工作，那你应该理解今年的就业形势到底有多严峻。我作为一个拥有硕士学历的北漂演员，竟然连送外卖的工作都面试不上。现在我们去第一个面试，外卖骑手。大家好，我是北漂4年暂别影视圈的女演员宇舒田。前2天我看到新闻，一位特别优秀帅气的影视圈前辈竟然去做了泰山陪爬，而像我这个样子的边角料小演员更是如履薄冰。我急需找一份兼职的工作来糊口，以满足自己接不到戏时在北京的日常开销。虽然都说外卖行业会接受任何一个崩溃的成年人，但面试的时候站长看了我一眼就把我给劝退了。不容易，送外卖其实比当演员还要辛苦。站长说，送外卖是一个体力活，很多人会在网上下单桶装水，而我们这边很多小区是没有电梯的，像我这个样子细胳膊细腿的女孩是没有办法完成配送任务的。为了能让自己有更多的拍戏机会，我的体重的确常年保持在90几斤。在影视寒冬下，这样子的坚守不仅没让我得到更多的机会，相反还让我想要去送外卖的这一次尝试看起来像个笑话，所以我只好在地铁口发传单。然而正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，我却找到了一份特别适合我的兼职。胡汉三又回来了，以另一种方式，是去北京2环胡同里几家当地的菜馆做服务员。虽然工作内容还是服务型行业，但是老板向我保证这份工作相当的轻松愉快，我不需要给别人端茶倒水，只需要坐在那里陪他们吃饭聊天，钱就可以赚到手了。听到这里，你们千万不要以为我找了一份不正经的工作，因为这里的聊天是需要一定技巧的。因为我要陪的这些客人大多数不怎么会讲中文，他们来北京旅游很想尝一下滴滴滴滴的道的胡同美食，而胡同里的老板却没有办法招待这些语言不通的客人，所以这些小馆子就雇佣了我们这些会讲英文的兼职服务员，在老外来访的时候给他们提供翻译服务，就是辅助他们点完餐之后安排他们坐下，然后跟他们聊一下这个食物是怎么做出来，怎么吃才是正确的吃法，以及这个食物背后有没有什么花边历史。因为要跟老外示范正确的吃法，所以说这份工作不仅能拿到工资，还能得到一份免费的晚餐。虽然说一晚上在胡同里步行逛4家店的确有点废腿，但这份工作却给我带来了360度环绕式的英语，吃的特别饱。所以说咱们看问题不能只看它的消极面。虽然说我接不到戏，但是在北京上一堂1对1口语外教课要花500块钱，而我今天晚上上了一次10对1，别人还要倒给我钱。据说那些老外开心的时候还会忘记中国不是一个小废置的国家呀。这份兼职晚上10点半下班，能够让我赶着末班车回家。说实话，这2天奔波于各种兼职，我都快忘记自己是一名演员了。好在晚上副导演发来的临时实习邀请，把我拉回了曾经的身份。虽然说很累，但是回到家还是要录一个试戏视频，不要错过任何一个机会。我是离开小镇上的人。我不羡慕那些生来就心想事成的天龙人，因为我相信我选的剧本自有它精彩的安排。都押上！我今天跟你笃定了，告诉你啊，最后可别给我输不起。要么全都带走，要么一无所有。我想拿我的青春赌一个答案，为了自由 ，all in。我不过想亲手触摸弯过腰的每一刻，留下的湿透的脚印是不是值得？这哽咽若你也相同，就是同路的朋友，致所有顶天立地却平凡普通的